骑了2个小时才找到家。我晃着晃着我就倒下去了。点灯。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 Elaine， 是 Gloria。今天我们这期视频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刚出国的时候做过的那些傻灯事，自带消音。我先来讲一讲我刚登陆加拿大2周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好尴尬呀！当时我过来的时候不是住在我的亲戚家，然后他那个小区的入口是这样子，给大家看啊。本来是这样一条道，它在一个先是这样的拐角，就感觉让你以为里面是个死路，然后从这儿进去这样的一条路。2周的时候，自不量力的我骑着车出去了。我骑自行车到了海边之后，我就想回家，整整骑了2个小时才找到家。骑了2个小时才找到家。这还不是找到，是被我表妹领回去的。说找路，刚开学的时候，我每次为了第一堂课我要找到教室，我都要提前1个小时出门，因为我会浪费45分钟迷路在校园里的各个 building。你知道它那个 building 的名字还有的是那种简称 PE 什么 NS， 然后开始对地图。进了 building 之后还好多层，一个教室一个教室的。刚来的时候就去逛那些纪念品店嘛，我当时不知道有蜂糖这个东西，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默认为那个就是胶水儿。胶水儿。你不觉得很像吗？都是装在，我真的好像你这样一说，小圆盒子。对，然后那个 orientation week 里还发了一个这个，我想还挺好学习。用了很久，拿出来抹了之后发现，哎，好像不是这么用。还有刚来的时候坐公交车，我也不知道要摁那个铃下车。有一次我自己去找一个阿姨家，我信誓旦旦的查好了路线，我坐到哪站下，我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然后我就看着那个公交车，还没到站呀，你怎么不停这一站这么远？说起这个，我刚到这边的时候不知道人行道要摁那个灯才能亮。对，那后来你是怎么知道要摁的呢？就等时间长了，旁边下一个行人默默的看了我一眼，看完了自己去按。一般都是这样。是的，懂了。是的。还有就是没有任何的逻辑，就是我做过的特别傻的事情。比如说上课的时候 tutorial， 大家那时候是围成了一个圈儿，坐在椅子上谈论事情，然后我有一个习惯晃椅子。然后呢，然后大家认真的讨论这事情，我晃着我就倒下去了。就是我突然就看到了天花板，你懂我的尴尬吗？我懂了。同学们还保持礼貌，又不是尴尬的，没想你没事儿啊。与此相同的事情呢，教学的有一个楼的门是玻璃的，那玻璃擦的太干净了。早上课急赶课，晚了迟到了，就差1分钟了，然后风从我这往里拖。哎呀，笑死我了！你这个太好笑了。他巨大的一声，然后跟里边这个人四目相对。彼此相似的事情，因为现在都变成网课了嘛。有的课就是我发言的时候，我会把那个语音声音开。有一次我说完话之后，我就忘关了，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开着呢。我一会儿听着我说，哎呀，这听着这么困呀，然后我巨大声打了个哈欠。老师懵了，停下来，然后就说：“哎，葛劳亚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吗？”我说：“没有，对不起。”然后我就看到有的开着视频的那个同学的脸，毫不掩饰的露出了笑容。还有一次类似的，就依旧是网课，没有开视频，是听讲座。因为那个讲座比较早，我就在床上盖着被窝，拿着电脑听。我听着我就睡着了。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就在一个 breakout room 里。对，然后他们就一直在聊天，聊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偶尔就说一句：“葛劳亚，你在吗？”然后后来我听了半天，我也没跟上他们在说什么，然后我脑子嘣一下蹦出一个 idea， 然后我就把电脑关了。等大概我算计着这个课结束了以后，然后我找到那个同学，给他们发了一个 WhatsApp 的信息，说：“哎呀，对不起，我刚才那电脑太卡了，自己要一直重启，我也重启不过来，真对不起，我刚才没参与你们的讨论。”然后那同学表示非常理解，我们分析你也是遇到了这个情况。你有没有以此类似的？我没有。我觉得他肯定有，他有包袱。你看见他说我的包袱了吗？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挺有趣的，来这边因为路上会遇到好多小动物嘛。我第一次见到小浣熊的时候，我停下来跟他对视了5分钟。我想，天哪，这个跟小浣熊干脆面上长得一毛一样啊！这个一毛一样，你没见过吗？人生好欢乐呀！因为我以为干脆面上的小浣熊是卡通版的，我没有想到看着这个蜘蛛熊的你长得就长得这个样子。
说到动物，还想借机吐槽一下，大家来温哥华上学的话，没必要跑到温哥华兰里有一个温哥华动物园，非常没有必要去那个地方，因为它不仅门票要几十块钱，进去之后你知道什么都被当做动物展示吗？像松鼠。这不是随便就能见到松鼠，这鹅，就我没看出跟街边的鹅有什么不一样。哦，还有鸭子、小池塘，我去我门口的小和尚看不好吗？大家千万免去这趟旅程。还有一点就是，我当时觉得一出来说温哥华，我就以为什么 Richmond， 然后什么 New Westminster 这一片就全是温哥华，因为你想北京很大，东城跑到西城就1-2个小时，对。然后真的难以想象，我当时上学1个半小时过了好几个城市。对，我当时真的是过了好久我才适应这个事情，就是这是另外一个城市了。刚来这边我会默认为就是小费是必须的，然后以至于有的餐厅就真的是服务特别差，我以为是就类似有法律规定一定要给的，然后后来就慢慢的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哦，原来是自愿给小费。哦，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上学刚开始在多伦多，然后雪特别大嘛，有一次我冒着雪去赶课，就看到有一个学生就划着2个滑雪板在路上走，然后我们在等红绿灯，我没表现出来，你想我要表现的淡定，我见怪不能怪，然后快变灯，走了，滑走了，冲着学校的方向。刚才说到吃饭这一点啊，我又想起一个，是之前第1年我住学校宿舍嘛，正好我们那个宿舍的食堂特别丰盛，刚来还对西餐比较有兴趣，什么 pasta 呀，然后披萨呀，然后还有那种意大利式的各种饺子啊，那种什么东西都觉得好高级呀。我每天都无限量的供应，太开心了，吃了1个学期，然后我就胖了15斤。我也是，不知道你们出国之后有没有就变胖的阶段？我也是刚出国以后蹭的一下。我觉得我身边的女生朋友刚出国都会胖，希望大家能避免这个阶段。你吃可以锻炼吧，像我们当年都是光吃，我在宿舍里下楼吃完上楼吃，我不长胖谁长胖？好了，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你们看得开不开心呢？我们以后可能会多多的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生活中的趣事，一个是带给大家欢乐，一个是也是有一些我们犯过的傻事儿，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希望大家避免做这些智商欠费的事情，希望大家能记住生活中这些欢乐的事情。喜欢我们视频的话，不要忘记去点击订阅、评论、点赞、分享，就是这样，拜拜，我们下期见，比心。